会给多肉选配土合盆的小伙伴看过来。2个月阶段性实验汇报。大盆全颗粒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根系长得也比较好，有一点点生长断层，这也是大盆全颗粒，但是明显的有点塌。小盆全颗粒的这颗表现的最好，生长的比较匀称，有暗纹，也要出糖心了。同样是小盆全颗粒，这一颗的消耗是偏的，出现了不规则的歪头。50%泥炭的小盆组明显出现了生长断层，另一颗高泥炭小盆组的叶子上出现了裂痕，有不规则的消耗。由于2个月以前给它们彻底休根了，所以这个2个月只能算将将好浮盆，后续能否上更好的状态，还要等它们的根系长好之后才能做更好的判断。糖心养护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塌、龅牙、生长不规律、生长断层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给它下叶片整形来更快的让它调整到好看的一个周正的形态。这样看真是周正了不少。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你们猜最后哪个最好看？多肉阳台党受够了把多肉养成大绿菜，也不想再把老庄养的四仰八叉，想买一款靠谱的多肉补光灯，那么多参数看都看不明白。养多肉12年，用了30多根多肉补光灯，今天带你们来测评这款元大利多肉补光灯。收到货外包装完好无损，里面还有气包柱加持，背面是散热的铝合金，正面是4排的小透镜。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透镜就是用一个圆弧形的镜片，将光线相对的更加的聚拢。透镜又叫聚光灯珠。透镜的优势就是用更低的功率提供更高的照度，缺点呢就是它的有效照射范围也会变小。多排透镜恰好优化了这个缺点。M30这款透镜有3种不同的光谱，1号光通用光，适合几乎所有的多肉，号称是不会出现猪肝色了。2号光珍妮光，说是可以让多肉又白又透。这次我们就来测评这2种光谱。灯的正下方20厘米处的照度可以达到35000 lux，这个数据很感人哦。买灯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只看灯的单价，要注意这根灯照幅能达到多少。相同宽度的花架能少用1根灯才是真的节省哦。在这个距离下的高效照度范围就已经达到25厘米了。说1万句都不如看看多肉的实际效果。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准备了4组志愿者多肉，分别放在4组灯下，1个月后记得回来看结果哟。多肉植物休根之后不晾根就上盆，会黑腐吗？晾根多久才安全？晾根的正确姿势是什么？12年养肉老司机，一个视频让你彻底搞懂多肉晾根。多肉需要晾根吗？多肉晾根的目的是为了让休根切割后的伤口愈合，到底要不要晾根，取决于这颗多肉有没有伤口。来看这颗冰玉，脱土后只清理了枯萎的毛细根，没有做任何修剪，那完全不需要晾根啊，立刻就可以上盆。若是晾根的时间过久，不但不能帮助多肉浮盆，原本可以活下来的根系，因为在空气中暴露的太久，直接干枯死亡了。多肉晾根需要晾多久，取决于伤口有多大。如果伤口比较分散，保留了主根，其实半天伤口就可以愈合了。为了保险起见，1天之后再上盆。如果切口比较大，即使在潮湿的南方，1到2天也可以完全愈合了。盲目的延长晾根的时间，既不能提高多肉的发根率，也不能降低多肉感染的风险哦。晾根的正确姿势你知道吗？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多肉晾根的时候，根向下，用花盆、筐、豆芽盘等底部透气的架子将多肉架空。如果倒扣着，可能1、2天就会发现叶形出现明显的土长。如果多肉是直接放在桌上，叶片散发的水分会让叶片长出小黑点，根系也可能因此发霉。多肉晾根的正确操作你学会了吗？快来晒晒你刚到手的美肉吧。多肉长胡子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榕树，仔细一看原来是气根。你每次看到气根就以为多肉有毛病啦。用我12年养肉经验，今天教你诊断气根。主流说法就是长气根是因为缺水，那你想，我的多肉明明不缺水啊，怎么还长气根呢？今天就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品种的多肉它就有长气根的爱好，比如红之玉、淡雪，有事没事它就爱长气根。还有个重点你要记住，
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多肉出现气根，首先去检查杆子是否健康，如果杆子枯萎了，就会从上部开始发出新的根系，这时候你帮它从上面下来，重新插进土里，又是一颗好肉。如果杆子看起来没问题，我们来检查一下根系。怎么检查？给它浸盆或浇透。第二天，如果它能够饱满起来，那说明它的根系是有效吸水的，反之则根系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些情况也容易出现气根，快去拿笔记好。第一，刚种下尚未浮盆的多肉；第二，夏天刻意控水断水的多肉；第三，刻意控氧的多肉。气根其实是多肉的一种繁殖方式，野生的多肉大都没有办法完成授粉，它们就群生的一个头长出2条腿，开始向外走。当其中一个头的气根开始喝上水，它就会选择自立门户啦。不想群生变散群，切记要及时清理气根哟。让我看看你的天线宝宝吧。土长宽大柄，绿油油。你想要多肉美，花盆也美，让多肉花架成为你家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吗？养了12年多肉，用了30多根补光灯，今天带你来测评这款元大利风冷筒灯。包装很严实，每个灯都配有单独的变压器，钢丝绳可以用来悬挂。筒灯的光照强度普遍高于排灯的秘密就在这里。超大的聚光灯珠，里面是矩阵式的 LED， 穿透力极强，自带散热风扇，这可是减少光衰的利器。LED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温度的升高，无法避免的出现光衰。风冷筒灯的散热更好，大大延长了 LED 灯珠的寿命。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我们来看一下照度，正下方距离灯32厘米的时候，照度可以达到33000，2万 lux 以上的高效照射范围半径可达22厘米。也就是说，1米乘半米的花架，2盏灯就足够了。有2种光谱可以选哦。1号暖白光，上色速度快，多肉色泽温柔甜美，适合所有的多肉。2号白光，上色温和，更容易透亮，更适合糖心、麦秆、珍妮等。这款灯还是拍照神器，灯下拍多肉出片效率太高啦。主要是这灯的价格比市面上大多数筒灯可香的太多啦。多肉补光灯好不好，还得让多肉来证明啊。3组多肉准备好了，把它们分别放在灯下。1个月后记得回来看结果。就想问问你们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多肉无良商家能睡着觉吗？我真的是要被你们给气笑了。前几天我专门上网想买一盆药景多肉，我就想看看药景到底能不能养活。我去拼夕夕上看商家给的图片长这样，结果发过来我一开箱都懵了，他发过来的居然没有药景。现在商家他给你卖药景多肉，连药都懒得打。我去找商家理论，他跟我说有颜色的就是景。我说这玩意儿是叫上色，这不叫景。他不承认，他非要说你不信你就去别人家问问。感情是你们商家都沆瀣一气是吧？都卖这种不是景的景，买都买来了，就只能给它重新修根换盆喽。一般带盆土发来的多肉，还是建议大家把自带的土都给它处理掉，因为一般大棚里养殖的多肉，它很难保证土里面没有细菌或者虫卵。推荐你们买一个尼龙刷，用来清理土非常方便，而且不会伤害到多肉的主根。选择大小合适的盆，放上防漏网，配置好的颗粒土，用水将它打湿，倒进盆里，多肉的毛细根都可以修掉，主根留1到2厘米就可以了。将根系周围的土压实，这样方便固定植株。过程中还可以用镊子插一插，让土壤更紧实，紧实的土壤更利于发根。发现土下沉了，可以及时添上。是不是看起来觉得很挤？其实养多肉不一定要追求大盆，小盆更好上状态，更方便你控水控型。盆太大的话，盆里的基质干的会比较慢，这样多肉黑腐的风险反而会增加。新换上的颗粒土其实只有30%的泥炭土，里面的营养也足够它爆盆长大。一定要把土壤压实，尤其是这种拼盘种植的多肉。关于浮盆期怎么浇水，可以往前翻一翻。种好以后放到通风散光处，等它自然发根。下期讲配土和控氧，再见。多肉进盆怎么进？进多久？多久进一次？好几百盆多肉，每盆都这么大，该怎么进盆呢？12年养肉老司机，一个视频讲清楚多肉进盆的实操细节。1. 多久进盆一次？别再费尽心思插牙签判断土干没干透，需不需要浇水还得多肉说了算。捏起来软软的多肉，就是土壤水分已经完全干透了，多肉都开始消耗自身的水分了，这就是可以进盆的信号。2. 进盆的方式和时长，可以选择半进盆，等土完全湿透了再拿出来，也可以把整个盆和肉都一起泡进水里，等它咕噜咕噜冒泡，不再冒泡了就可以拿出来。一般健康的多肉建议可以在水里反复提拉2到3次，让土里的空气彻底换新，也排出土壤里沉积的有害物质。
如果使用颗粒度较高的土，可以浸泡1到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多肉都老大一盆了，抱都抱不动，数量还有成百上千盆，没办法一盆盆进盆，那该怎么办呢？别着急，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不能或者不想一盆盆进盆的，就用淋雨式浇水，不但让水充分的进入土里，还要让水冲刷掉残留在土里的植物代谢物质，让盆土环境能够充满新的氧气，这样才能真正的避免沤根烂根哦。要是有接水盘，还要记得倒掉接水盘里的积水，不然你可白忙活了。多肉进盆实操，你学会了吗？再不会我要吃盆啦！养的多肉，养一盆死一盆。说好的懒人植物咋成了周抛？你觉得难养，是因为被误导。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一个残酷真相。你总听说多肉是懒人植物，你以为什么也不用做它就能美丽灿烂，商家为了割韭菜毫不犹豫地套路你，你就相信啦。他说多肉能出什么颜色的状态，你也相信啦。多肉的原产地在大戈壁贫瘠的沙石地带，虽然多肉本身不娇气，但是它原生的环境和你家里的环境大相径庭。扎心了，原来是乡愁啊乡愁。下面说的可太重要了，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大戈壁什么样子？大风呼呼的吹，鱼半年下不了一点，太阳更是1年300多天日光浴。那你想要多肉健康美丽，知道该怎么做了吗？通风，空气要流动起来的通风，日照的时间够长，日照的强度也要够强。大戈壁可没有玻璃窗啊，大戈壁上也没有人天天给你滋水，这浇水呀，该懒还得懒。你的土也要像大戈壁上不能积水哦，只要土干得够快，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就跟不上，化水黑腐 easy go， 否则的话就别怪你的多肉视死如归呀。多肉不难养，降低心理预期，多一些科学理性的克制，你一定可以养出绝美多肉。在评论区晒出你难养的多肉吧。猜猜这是啥？打开看看，锵锵锵锵，原来是老网红生石花。这次买了个切糕，今天就来给它移苗上盆。第一步，我们先把它整体都倒出来，检查一下土质是否松软。这个土还是比较松软的，如果遇到那种板结的比较厉害的，可以先给它泡泡水，让它疏松开来，这样不会伤害到多肉的根系。第二步就是把植株一个个掰下来，然后用手轻轻的把上面的土给搓掉，可以借助镊子或者小刷子之类的，这里的土质还是比较容易搓掉的，这样就可以脱土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加快速度，把所有的生石花全部都给它脱土出来，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漏网的，给你们看看这爪子。咦，把这些先拿去冲洗一下，洗干净了，给它们倒出来晾干水分。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开始给它修根。生石花修根只要留主根 0.5 到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其他的都给它剪掉。提前泡好吸饱水的小苗土，把晾干的生石花一颗颗插进去，插啊，天哪，给它插破了。我还是给它先挖个洞吧，再换一个不那么锋利的镊子啊，这样好多了。然后我们把每一颗生石花都种上。这么看的话好像不是很整齐哈，就这样吧，收工，下期见。你的多肉明明在南阳台窗户边，怎么还是长脖子绿油油摊大饼？12年养肉老司机，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多肉阳台党如何最大限度的防土长。多肉在户外，从早上的第一缕阳光到傍晚的最后一丝晚霞，可以360度无死角全日照，享受阳光自助餐。阳台有了屋檐的遮挡，采光变成了单侧。你的多肉在阳台像个看电影的人，拼命地把头向屏幕上伸去，想要看清屏幕上的字幕，就长成了豌豆射手。不喜欢歪脖子多肉，就要经常旋转花盆的方向，这样可以让你的多肉涂得更匀称。窗边这暖洋洋的日光怎么还是会土长呢？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隔着窗玻璃光照强度就被过滤掉了不少，尤其是紫外线。以我办公室为例，隔着窗户的照度是8000左右，不隔着窗户
在室内的照度是19000，窗户外的照度就可以达到3万多喽。这还是阴天呢。这是一块非常透亮的玻璃，看紫外线卡也能明显的分层。若是双层或者多层玻璃，那过滤的光照就更多了呀。解决方案就是经常打开窗户，让多肉接受阳光的直射光，或者是把多肉养在窗台外面，这样光照也是杠杠的呀。如果你的光照已经拉到了极限，你的多肉还是会徒长，那你要么接受徒长的长颈鹿，要么试试专业的多肉补光灯吧。稳定的光照才能养出美丽的多肉呀。让我看看你们还在徒长的多肉吧。多肉的小苗该如何养大？多肉养护答疑第3期。要不要给多肉小苗养绿？变黄变红会不会不容易长大？减少照灯的时长，能把多肉养壮实一点吗？多肉想要养壮实，充足的光照非常重要。光合作用相当于在给多肉吃饭，浇水施肥通风本质上都是为了让多肉好好吃饭，饭都不吃怎么长胖长壮呢？多肉长大不能单纯的看冠幅，越来越粗的杆子和越来越肥厚的叶片也是成长的证明。多肉小苗到底如何养壮？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1. 充足的光照，在不晒伤小苗的前提下，日照时间不要低于8小时，日照强度不要低于2万 lux。 2. 充足的水分，小苗可以不用等到它的叶片发软，只要土壤干透就可以给它浇透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长循环周期。3. 适宜的温度，夏季的高温、冬季的低温都会影响小苗的生长速度，春秋季是最适合小苗长身体的季节。下面还有3点也很重要，千万别错过价值10头蜜珠。4. 合适的配土，多肉小苗的根系孱弱，颗粒比不要超过50%，颗粒的尺寸选2到4毫米或者更小，软颗粒的比例尽可能的高一些。施肥不是必须的，生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盲目的施肥不但不能促生长，还可能引起烧根僵苗。切记在合适的季节用正确的方式适量施肥。6. 及时移苗，发现小苗的生长缓慢，就给它换稍微大一点的盆，更利于小苗的生长。多肉带娃你学会了吗？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